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中国以东盟为重点促进贸易的18点魅力公式。南华早报。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正在寻求重建与海外买家的信任和联系。该国将促进出口商参加更多的海外展览，以重建与买家的联系，并恢复国际航班，以鼓励外商返回。还将引入简化入境旅客的冠状病毒检测。该计划还指出要加强汽车和电子商务领域，要求扩大全球影响力，重点是深化贸易联系，并与15个成员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一起发展关键行业的专业知识。中国称台湾引狼入室，参加美国国防工业论坛。路透社。中国批评台湾计划于下周主办美国国防工业论坛。台湾，美国由美国台湾商业委员会和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委员会组织的国防工业论坛定于周3在台北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合作，包括在军事硬件和信息领域。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但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导致中美两国经常就此问题发生摩擦。中国最近也开始在南海靠近台湾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致电泽伦斯基之后，习近平的难题才刚刚开始。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进行了交谈。此前，人们对他在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长达14个月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数月的猜测。除了他在2月份发布的结束冲突的12点计划外，中国官员对谈判只字未提，并回避了有关支持普京的询问。此次通话是在一名中国外交官质疑前苏联国家的主权后发出的，这破坏了习近平将中国描绘成乌克兰冲突中立调解人的愿望。尽管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其观点与中国立场文件中的观点存在广泛共鸣，但表示基辅的要求不切实际，谈判希望渺茫。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北约，并避免将这场战斗称为战争。习近平为什么现在给泽伦斯基打电话？悉尼先驱晨报。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此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过去1年多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呼吁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周年纪念日发出，是由于中国重新关注核安全。与此同时，对于泽伦斯基来说，这次通话是加强乌克兰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机会，而不是接受习近平关于乌克兰和平的12点计划的机会。为什么远离美元的愿望变得真实？彭博社。由于美国利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压力以及俄罗斯实施制裁，意味着各国对依赖美国金融资产和基础设施变得更加谨慎。世界有兴趣放弃使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GAM 投资总监保罗·麦克纳马拉 （Paul McNamara） 告诉彭博社，金砖国家希望推翻美元的金融统治。中国将深化和扩大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关系。半岛电视台。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告诉巴基斯坦陆军副主席，面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和政治局势，他希望加强两国的共同利益。该声明是在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将军最近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发表的。他在首次访问北京时受到了仪仗队的欢迎。两国都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中国已在中巴经济走廊投资600亿美元，拥有巴基斯坦1300亿美元总债务中的约300亿美元。新加坡将外国人的房产印花税提高1倍至 60%。金融时报。新加坡政府已将外国人购买私人房产的税率提高1倍至 60%， 以应对需求激增并遏制中国大陆买家造成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外国人的需求被归咎于价格飙升，但外国买家只占整体房地产销售的一小部分。由于政府的措施，新加坡房地产开发商包括 City Developments 和 UOL 的股价下跌。尽管有新税，但北京项目的旺销表明房地产需求强劲。南华早报。
越秀地产是一家国有控股开发商，其在北京的新住宅项目的468套公寓已全部售罄，表明尽管对新的房产税存在担忧，但一线城市对公寓的需求依然强劲。在位于北京北部昌平区的竹辛庄地区举行的为期2天的预售，吸引了小米等科技公司的买家，并创造了5亿元人民币和7730万美元的收入。越秀并不是唯一一家报告销售旺盛的房地产公司，因为2021年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的成交额同比增长 23% 和上海 34%。然而，有人猜测中国建立新的房产税后8月9日启用全国户籍登记系统，使政府能够确定应纳税的房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的房产税可能会像以前的房产税试点那样，有选择性的对高价住房或第二套住房征收。中国当局讯问贝恩上海办公室的员工。彭博社，随着政府继续向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发出警告，中国当局对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员工进行了讯问。虽然该公司发言人证实员工受到了询问，但他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警方来访的原因尚不清楚。过去几周，中国官员对包括总部位于纽约的尽职调查公司 Mintz Group 在内的外国企业采取了行动。该公司的员工在被贴上涉嫌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标签后被拘留。美国承诺加强核威慑，韩国愿意吗？日本时报，美国和韩国已同意加强措施应对朝鲜不断上升的核威胁，包括定期向该地区派遣美国战略资产，以及就美国对平壤的核计划进行更密切的磋商。这些措施要求成立一个核磋商小组，并在朝鲜发动袭击时立即进行双边总统磋商。首尔还承诺继续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华盛顿宣言包括美国的延伸威慑措施，升级了双边防务关系，但可能达不到韩国公民所寻求的具体和可信的步骤。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发展独立的核武器能力。中巴铁路值得估价580亿美元，研究。南华早报，中国政府委托的一项可行性研究发现，中国最大的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交通项目，通过3000公里的轨道连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预计耗资4000亿元人民币577亿美元，但由于其战略意义，应该继续进行。国有的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尽管成本高昂，但拟议中的铁路建设具有重塑整个欧亚大陆贸易和地缘政治的潜力，应该得到支持。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加强，包括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内的许多沿线国家的工业都有望成为该倡议的结果。该倡议还将减少对南海的依赖，并绕过马六甲海峡，为中国商品提供更直接的欧洲通道。然而，该项目可能会受到巴基斯坦劳工政策和近期安全问题的挑战。去年，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暴力事件无限期地推迟了建设的初始阶段。2艘中国海军舰艇赴新加坡联合演习。多伦多新报，中国派遣2艘军舰参加与新加坡海军在区域海上安全展览会上的联合演习。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越来越多，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地区拥有主权。海军演习将在一个城邦举行，该城邦一直试图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但在2个军事和经济巨头之间的竞争激增之际，正在努力争取影响力。乌克兰最新消息，泽伦斯基认为与中国关系有新动力。彭博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他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据报道，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示，他们的会谈相当理性，为2国提供了新动力。据报道，2人讨论了贸易自由和航海自由的重要性。这是他们自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谈话。中国恒大债务重组激励措施试探债权人胃口。路透社，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今天将了解到有多少债权人同意支持其离岸债务重组计划。该计划鼓励贷方尽早提供支持，而不是稍后提供支持。各种债权人已经确认他们将支持该倡议，但一些债权人表示希望切断与这家负债累累的公司的所有联系。恒大曾经以大规模快速发展着称，但最终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额债务，导致了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导致其拖欠贷款。欧盟欢迎中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进行调解的第一步。法广，自2014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举行了已知的首次通话。长达1个小时的通话是由泽伦斯基发起的。习近平表示，中国主张和平，希望帮助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冲突。这一呼吁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求中国行使影响力以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际发出的。
中国外交部表示，将派一名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反应谨慎，称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已显示出他们有能力破坏任何和平倡议。现在是美国重新发现其在 G7 中的角色的时候了。日本时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主任库尔特·坎贝尔在日经亚洲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G7 为美国提供了重建联盟并重新获得全球领导者信誉的机会。作者建议 G7 议程可以多样化和扩大，以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并且与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战略合作对于解决该地区更大的安全问题是必要的。还建议美国重新考虑可能惩罚盟国工业的法律，加强电动汽车电池税收抵免规定，并修复其与欧盟在保护主义政策方面的关系。最后，建议去风险而非与中国脱钩是加强美国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更有效政策。台湾富士康创始人称，如果他当总统，中国不会进攻。路透社，台湾富士康创始人、亿万富翁郭台铭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郭台铭曾表示，中国不想与台湾开战，如果他成为总统也不会攻击这个国家，因为他不会宣布独立。去年辞去富士康总裁一职的郭台铭批评国际媒体将台湾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国家，认为中国努力的重点是经济。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紧张局势在1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升级，中国在该岛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维护其主权主张。中国可能不得不救助其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贵州省是中国负债最重的省份之一，他承认无法管理好自己的财政，并已向北京寻求帮助。根据最新的可用数据，位于西南部山区的该省的总债务超过 3.6 万亿美元。4月中旬，贵州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求助中表示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该呼吁被迅速撤下，但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最近的房地产崩盘和3年的严格冠状病毒控制已经耗尽了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金库。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信达是中国政府为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设立的4支基金之一，以受聘解决贵州的问题。随着青年失业率飙升，中国将重点转向促进就业。彭博社，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旨在青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促进就业的计划。国务院的措施包括扩大国有企业的招聘，并为雇佣毕业生和就业困难的年轻人提供用人单位补贴。中国16至24岁的城镇失业率上个月达到 19.6%， 今年将有1158万学生毕业。为了缓解压力，政府的目标是创造至少100万个实习职位，并鼓励公共机构利用现有员工人数招聘毕业生。泰国暗示可能就中国子交易做出妥协。外交官，据报道，泰国已同意接受中国制造的替代品，以替代其最初签订合同的德国发动机。泰国海军以 3.95 亿美元的价格从中船海工订购了一艘原级潜艇，预计今年交付。然而，由于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德国的 MTU-396 柴油发动机被禁止使用后，自2022年初以来，建设工作暂停。泰国官员表示，新发动机必须是安全的，由中国海军保证，泰国将因延误获得赔偿。中国东部强国必须让外国人感到受欢迎以吸引人才。南华早报，中国欧盟商会表示，中国江苏省需要提高吸引国际人才和公平对待外国人的能力。该商会的中国欧洲企业南京立场文件 2023-2024 指出，中国严格的零 COVID 政策措施正在阻碍该地区变得更加国际化。该报告称，该国需要改进其被视为武断的签证程序，并呼吁加强沟通并明确程序以吸引年轻人才，而目前这些程序因繁文缛节而受阻。中国国防部长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英国广播公司，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抵达印度，出席重要的安全峰会。李克强将于周4和周5在印度首都德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SCO 国防部长会议。这次访问是在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进行的。去年发生了一场致命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丧生。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是高海拔喜马拉雅地区长达3440公里的有争议边界不明确，边境沿线的河流、湖泊和白雪皑皑意味着防线可能会发生变化，让士兵们在许多地方面对面。拜登的美国制造推动全球补贴军备竞赛。彭博社，美中竞争和拜登的美国制造政策有可能将欧洲和韩国卷入一场政府补贴电动汽车、EV、半导体等战略性行业的经济战。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和安全伙伴和人工智能。布隆伯格警告说，
海外企业正转向美国，以利用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下的可用资金。瑞典电池制造商 Northvolt 将在美国的扩张置于欧洲之上，而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则选择投资20亿美元建造一家电动汽车工厂。它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新电动童子军品牌将提供的激励措施描述为类似于淘金热。首尔表示担心现代和其他韩国公司将受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处罚，因为他们不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不过，一些迹象表明，拜登政府正在调整政策，以应对盟友提出的担忧。失业的年轻中国人在寺庙寻求慰藉。路透社，据旅游预订平台携程网称，在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和就业市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年轻人正转向寺庙祈求工作。与去年相比，中国的寺庙参观人数增加了310%，其中约50%的游客出生在1990年之后，已成为打击的目标。困扰北京外交政策的坏建议。外交事务。据美国政府内部消息人士称，最近中国间谍气球侵入美国领空的事件可能是官僚错误的结果，而不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蓄意行动。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原定的访华计划被取消。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信息和建议不佳，部分原因在于国家治理中的官僚结构，这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这些情况使得代价高昂的误判更有可能发生，并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不仅对中国如此，对更广泛的世界也是如此。两种类型的制度病态阻碍了中国境内信息的质量选择和共享。首先，规范支持官僚产生符合老板信念的信息，而不是更广泛的途径。其次，官僚部门之间共享信息的制度限制，导致各自为政和协调有限。把丫丫带回家，一只熊猫在美国如何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作为熊猫外交的一部分，从中国送回美国的大熊猫丫丫的回归，揭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在中国，围绕亚亚在孟菲斯动物园的待遇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和他现已去世的同伴被租借到孟菲斯动物园，这凸显了美中关系已经变得多么敌对。动物园一再否认动物倡导者对动物护理不善的指控。然而，中国的许多人对他的状况感到震惊和悲伤，尤其是在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对大熊猫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之后。亚亚返回中国之际，正值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自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经常通过其官方媒体煽动反美情绪。与此同时，中国增加了在欧洲的熊猫外交，批准向德国、荷兰、丹麦和芬兰等国家提供新贷款。然而，自从丫丫和乐乐抵达孟菲斯以来，中国已经20年没有向美国提供任何熊猫贷款。韩国总统为马斯克提供税收减免以建造特斯拉工厂。南华早报。如果特斯拉选择在该国建立新工厂，韩国总统已向其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支持。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讨论情况。马斯克回应说，韩国仍然是举办新特斯拉工厂的最佳候选者之一，他期待有机会参观。特斯拉还一直在洽谈从 LG Energy Solution 和三星 SDI 采购电池，而据说三星正在开发固态电动汽车电池。随着美国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拜登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南华早报。美国总统拜登将成为第一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在任美国总统。计划于5月22日在悉尼举行四方峰会之前进行3个小时的访问，此行标志着该国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因为两国都在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中国关系紧张。高盛称中国基金对前景缺乏信心，担心政策紧缩。南华早报。中国股市本月损失了4430亿美元，这让寻求在抗衰退市场进行稳定投资的全球投资者感到担忧。尽管上个季度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对政策收紧和银行业打击的担忧，在岸投资者信心低落、对收入复苏路径的担忧以及对房地产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导致乐观情绪下降。低迷的情绪可能预示着外国投资者缺乏扭转命运的潜力。自2月2日的峰值以来，在岸股票市值已缩水7910亿美元，其中仅4月就缩水了4430亿美元。中国户外烧烤之都在5一假期前限制酒店价格。南华早报。中国当局已在5一假期，也称为黄金周之前介入，以阻止酒店经营者哄抬价格。山东省淄博市成为中国最新一个对酒店房价设置上限的城市，在热门假期之前最高涨价50%。
在获得户外烧烤之都的社交媒体美誉后，这座城市突然变得流行起来。相比之下，天津和苏州等其他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甚至翻了3倍。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